此刻你所在的这片空间，曾经历过一场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剧烈膨胀。大约138亿年前，我们的宇宙从一个被称为起点的状态急剧扩张，那个点比针尖还要小无数倍，却蕴含着此后宇宙中所有物质、能量、时间与空间的种子。这不是科幻电影的情节，这是现代宇宙学最核心的理论——大爆炸理论所描绘的图景。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宇宙并非永恒存在，而是从一次炽热的起始点开始膨胀并演化至今。我们今天看到的恒星、星系、行星，甚至构成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最初的瞬间。宇宙的温度从不可想象的极高逐渐冷却，物质从夸克汤凝聚成原子核，又形成氢原子和氦原子云，最终在引力的作用下聚合成第一代恒星，开启了此后138亿年的演化历程。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是惊人的。1929年，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发现了一个改变人类认知的事实：几乎所有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且距离越远的星系，远离的速度越快。这意味着宇宙正在膨胀。如果我们将时间倒流，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宇宙在过去必然处于一个极度致密、高温的状态。这就是大爆炸理论的雏形。1965年，两位射电天文学家阿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在调试天线时，意外发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微弱射电噪声。无论他们的天线指向天空的哪个方向，这种噪声都存在，而且强度完全相同。经过科学家的深入分析，这个噪声被确认为宇宙中最古老的光——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想象一下，这就像宇宙在婴儿时期留下的第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显示，宇宙在38万岁时，温度分布已经相当均匀，但在更精密的观测中，科学家发现了极其微弱的温度起伏。这些起伏正是后来形成星系团和恒星的种子。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精确测量这种辐射的温度涨落，它与大爆炸理论的预言高度吻合，成为该理论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此外，宇宙中氢元素的比例也与大爆炸理论的预言相符。根据理论计算，宇宙中氢、氦、锂等氢元素的丰度应该在特定范围内，而天文观测的结果与这些计算惊人一致。然而，当我们站在大爆炸理论的肩膀上，向更深处眺望，一个更大的问题浮现了：宇宙在那之前发生了什么？之前这个词看似简单，却触及了人类认知最深处的困境。时间是大爆炸的一部分，在大爆炸发生的那一刻，时间本身才有了意义。那么，谈论大爆炸之前，是否就像问北极的北面是什么一样，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还是说，真的存在某种超越我们认知边界的存在？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入了物理学与哲学交汇的深渊。在那里，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碰撞，无数种理论假说争相涌现，而答案也许永远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但正是这种追问，
让人类从非洲草原上仰望星空的灵长类动物，进化成了能够思考宇宙本身起源的智慧生命，让我们继续前行。如果一堵墙挡在你面前，这堵墙不是由砖石砌成，而是由自然界的基本常数铸就。墙上刻着普朗克尺度4个大字，那里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开始崩溃，我们已知的物理定律不再适用。这就是普朗克墙，已知物理学的极限边界。普朗克长度约为 1.6 乘以10的负35次方米，普朗克时间约为 5.4 乘以10的负44次方秒。在这些尺度之下，空间可能不再是我们想象的连续体，而是像一块被打碎的镜子，失去了连续性和确定性。这就是我们触及的边界，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边界意味着什么。经典物理学告诉我们，宇宙是连续的。在日常经验中，我们可以将一块蛋糕无限分割下去，从宏观世界一直分割到原子、亚原子。但量子力学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这种无限分割是不可能的。自然界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尺度，普朗克尺度。在那个尺度上，空间的像素开始显现，之前的概念失去了意义。这意味着，当我们试图追溯大爆炸之前的时刻时，我们不仅仅是在问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而是在挑战我们对空间、时间乃至因果关系本身的基本理解。时间的本质一直是哲学和科学最深刻的谜题之一。在牛顿的经典宇宙图景中，时间是绝对且均匀流动的河流，独立于宇宙中的任何事物而存在。无论宇宙中发生什么事件，时间本身都不会改变它的步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彻底颠覆了这个观念。在广义相对论中，时间不再是独立的背景，而是与空间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4维的时空结构。更惊人的是，物质的分布决定了时空的形状，而时空的形状又决定了物质如何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时间被物质和能量弯曲、扭曲，甚至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速率流逝。黑洞附近就是这样的例子。在黑洞的事件世界附近，时间会被极度拉伸。如果你能近距离观察一个坠入黑洞的过程，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慢，永远不会真正触及黑洞的边界。从你的视角看，那个勇敢的探险者会越来越慢，最终冻结在黑洞的边缘，成为永恒。那么，在大爆炸的起点处，时间是否也走到了尽头？或者，那里是否存在着某种全新的时间概念，超出了我们目前的理解？更令人困惑的是，之前这个概念本身，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之前是一个相对于时间的位置，就像北京在上海之前是一个关于空间位置的陈述一样。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最新进展正在动摇这个假设。如果时间本身是大爆炸的产物，那么大爆炸之前这个表述，就像问什么颜色更温暖一样，在语法上似乎合理，却在概念上存在根本性的矛盾。问题不在于答案是复杂还是简单，而在于问题本身的结构已经超出了我们语言的适用范围。这让我们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人类语言和思维的基本框架，可能不足以描述我们宇宙最深处的真相，但科学家并没有止步于此。在量子力学的深处，有一个概念正在改变我们对虚无的理解——量子真空。在经典物理学的观念中，真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就像一个完全空的房间，空气被抽走，什么物质和能量都不存在。但量子力学颠覆了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根据量子力学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我们无法同时精确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个原理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推论：真空并不是完全空的，在最深的层面，真空中会自发地产生粒子、反粒子对，然后迅速相互湮灭，整个过程转瞬即逝。这些虚粒子的产生需要从真空中借取能量。按照量子力学的规则，这些能量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归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粒子被称为虚粒子。它们不是真正的存在，却具有真实的可测量效应。卡西米尔效应就是一个著名的实验证据。1928年，物理学家亨德里克·卡西米尔提出，如果将两块不带电的金属板平行放置在真空中，它们应该会相互吸引。这个预言在1948年被实验证实。在真空中，由于金属板之间的空间限制了能够存在的虚粒子的波长，板外的虚粒子数量多于板内的。这种不平衡会产生一个真实的压力，将两块板推到一起。这个效应虽然微弱，却证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虚无并非真正的空无一物，真空本身是一种活跃的、动态的状态，蕴含着潜在的能量。一些理论认为，宇宙可能就是从这样的量子真空中自发涌现的。在这个途径中，我们所知的宇宙可能只是量子真空中的一次量子涨落，但这个涨落不是普通的随机波动，而是产生了一个包含时间、空间和全部物质能量的完整宇宙。这个想法仍然存在争议，但它指向了一个可能的方向。也许虚无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多彩。当我们站在普朗克墙前，凝视着那片我们认知无法触及的领域，我们不是在面对虚无，而是在面对一种全新的存在形式，一种超越我们日常经验的更深层次的真实现象。这堵墙的另一边是什么？我们的宇宙如何跨越那道边界诞生？这些问题等待着更勇敢的探索者去回答。而接下来的旅程将带我们进入那些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与假说。如果说普朗克墙是我们认知的边界，那么宇宙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就是试图翻越这堵墙的勇敢探险者。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说，每一种都试图填补我们对宇宙起源认知的空白。让我们先来看看影响最深远的一个理论框架——暴胀理论。1981年，物理学家阿兰·古斯提出了暴胀理论。这个理论并不是要替代大爆炸理论，而是在大爆炸理论的基础上增添了关键的一章。你还记得大爆炸理论描述的那个炽热致密的早期宇宙吗？暴胀理论告诉我们，在大爆炸之后的极短时间内，宇宙经历了远超寻常的指数级膨胀。这个膨胀有多剧烈呢？
根据理论计算，在大爆炸后大约10的-36次方秒到10的-32次方秒之间，宇宙的体积增大了至少10的78次方倍。这相当于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一个比原子核还要小100亿倍的区域膨胀到了比我们今天可观测宇宙还要大得多的尺度。这个数字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很难在日常经验中找到任何类比。想象一下，如果把一粒沙子瞬间膨胀到整个银河系的大小，那还远远不够形容暴胀的剧烈程度。暴胀理论解决了大爆炸理论面临的几个深刻问题。首先是世界问题。我们今天观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温度分布高度均匀，无论指向哪个方向，温度几乎完全相同，差异只有10万分之几。但如果按照标准大爆炸理论的模型，光在那段时间内能够传播的距离有限，不可能让宇宙的不同区域达到热平衡。那么这种均匀性从何而来？暴胀理论给出了一个优雅的回答。在暴胀发生之前，整个可观测宇宙都处于一个因果相连的区域，温度均匀分布是自然的。暴胀虽然把这个区域拉伸到了巨大的尺度，却保留了这种均匀性。其次是平坦性问题。观测表明，我们宇宙的空间曲率非常接近于0，几乎是平坦的。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宇宙的空间曲率会随时间演化。一个开放的宇宙会越来越弯曲，一个闭合的宇宙会越来越平坦。但我们今天的宇宙恰好处于临界状态，这意味着在早期宇宙时期，它必须被精确地调整到几乎完全平坦。暴胀理论解释了这种巧合。暴胀会将任何弯曲的空间拉伸到几乎完全平坦，就相当于将一个皱巴巴的气球表面吹到巨大无比，表面看起来几乎是平的。暴胀理论的另一个惊人预言是，宇宙中的微小量子涨落在暴胀期间被拉伸到了宇宙学尺度，成为宇宙结构的种子。这些涨落在引力作用下逐渐增长，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星系团和恒星网络。换句话说，我们头顶的银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量子力学最深处的随机涨落。2014年，比塞普尔实验宣称，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检测到了暴胀产生的原初引力波信号。虽然后来被证实主要是银河系尘埃的污染，但这展现了科学探索的曲折与进步。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途径——循环宇宙。在循环宇宙的途径中，宇宙没有真正的开始，也没有真正的结束，它经历着无限次的膨胀和收缩。每一个大爆炸都只是一个新纪元的起点。这种想法的核心在于反弹机制。当宇宙收缩到极度致密的状态时，量子效应会阻止它继续收缩到一个起点，而是导致它重新反弹，开始新一轮的膨胀。这个过程可以无限重复，形成一个永恒的循环。圈量子引力理论为这种反弹提供了具体的机制。在广义相对论中，当物质被压缩到足够高的密度时，会不可避免地坍缩成一个起点，在那里，所有物理量都变成无穷大，黑洞的中心
就是这样的起点。但全量子引力理论认为，在极端密度下，空间本身会被量子化、离散化。当密度接近普朗克尺度时，引力会从吸引变为排斥，产生一次量子反弹，阻止起点的形成。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宇宙收缩到极限后，排斥力会主导一切，将宇宙从收缩向转变为膨胀向。大爆炸不是时间的零点，而是连接两个宇宙的桥梁。一个宇宙的终结，就是另一个宇宙的开端。循环宇宙的图景令人着迷，但也面临着挑战。每一轮循环都会导致宇宙的膨胀加剧，意味着每一轮循环后的宇宙都比上一轮更大、更冷。如果追溯到无穷远的过去，循环序列会趋于无穷，宇宙将没有起点。但这是否解决了起源问题，还是仅仅将问题推到了无穷远处？此外，循环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如熵的演化等，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让我们继续探索另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理论——弦论。科学给我们提供了精确描述宇宙的数学工具，能够预测宇宙的行为，验证我们的理论。哲学则追问了这些工具和理论的意义，质疑我们的基本假设，挑战我们的思维框架。当我们问宇宙之前是什么时，我们既在问一个科学问题，也在问一个哲学问题。我们需要科学来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也需要哲学来审视问题的意义和我们理解的边界。这种交汇并不是科学和哲学的对立，而是它们的相互滋养。每一种科学理论都建立在某些哲学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本身需要反思和审视。在这个意义上，追问宇宙起源的旅程，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也是对我们内心认知能力的探索。当我们凝视宇宙的深渊时，我们也在凝视自己认知能力的边界。而正是这种追问，让人类成为了地球上最独特的物种。我们不仅能够观察宇宙、理解宇宙，还能够追问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本身。这种追问的勇气，或许比任何答案都更有价值。理论的光芒需要观测的检验。在追问宇宙起源的旅程中，科学家们不仅在思考，也在观察。他们建造了越来越精密的仪器，设计了越来越巧妙的实验，试图从宇宙的遗迹中读取它诞生的秘密。让我们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说起。如果宇宙有年龄，如果大爆炸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宇宙诞生后的38万年，有一个特殊的时刻。那时的宇宙温度极高，质子和电子还没有结合成完整的原子，宇宙就像一锅灼热的等离子体汤。光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与带电粒子碰撞，无法自由传播。当宇宙冷却到某个临界温度，质子和电子终于结合成氢原子，宇宙突然变得透明。光子第一次能够自由传播，不再被散射。这些最早的光子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经过138亿年的红移，这些光子的波长从可见光变成了微波，能量从几个电子伏特降低到了约0.0002电子伏特，但它们仍然在宇宙中传播，携带着宇宙婴儿时期的信息。1965年，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意外发现了这些余晖，
奠定了大爆炸理论的观测基础，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始。2001年 ，NASA 发射了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器精确测量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涨落。2009年，普朗克卫星的发射进一步提升了观测精度。这些精密的观测揭示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隐藏的精细结构、微小的温度起伏。这些起伏揭示了什么呢？通过分析这些温度涨落，科学家能够推算宇宙的基本参数。宇宙的年龄约为138亿年，普通物质只占宇宙总能量密度的5%左右，暗物质约占27%，暗能量约占68%。宇宙的空间曲率非常接近于零，是平坦的宇宙的膨胀速度。哈勃常数约为每兆秒差距每秒67公里。这些数字描绘了我们的宇宙的整体画像，一个年龄138亿年，以极低成本硬普通物质构成，但主要由暗成分主导，平坦而加速膨胀的宇宙。更引人注目的是，2013年，普朗克卫星的观测数据为暴胀理论提供了新的约束。普朗克卫星测量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偏振模式，这些模式中可能隐藏着暴胀期间产生的原初引力波的痕迹。虽然还没有检测到确切的信号，但观测结果已经排除了许多暴胀模型，缩小了可能的理论范围。引力波是另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沿。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会弯曲时空，但只有剧烈运动才能产生显著的引力波动。黑洞和中子星的碰撞、超新星爆发、早期宇宙的暴涨，这些事件都能产生在时空中传播的涟漪。2015年，LIGO 探测器首次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两颗黑洞在约13亿光年外相互旋进合并，释放出巨大的引力能量。这次探测打开了观察宇宙的新窗口，标志着引力波天文学的诞生。引力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几乎不与物质相互作用，这意味着它们能够穿越整个宇宙，携带着产生它们时最原始的信息。如果能探测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产生之前的引力波，就能直接窥探大爆炸后极早期宇宙的状态。目前，科学家正在计划下一代地面和空间引力波探测器。在未来，我们也许能够探测到来自宇宙最早期时代的引力背景辐射，听到大爆炸本身的回声。粒子加速器是另一个理解宇宙的窗口。在地球上建造的粒子加速器能够将粒子加速到极高能量，使它们相互碰撞。这种碰撞产生的能量密度虽然仍然远低于宇宙早期状态，但足以让我们在实验室中研究基本粒子的行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2012年，它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完成了标准模型的最后一块拼图。标准模型描述了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这3种基本力，以及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但标准模型并不完整，它无法解释暗物质、暗能量，也不能包含引力。我们还需要超越标准模型的理论。大型强子对撞机继续运行，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
如果宇宙在极早期存在某种对称性，那么这种对称性可能在极高能量下恢复，留下的痕迹可能在碰撞产物中被发现。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是这个时代最令人期待的观测设备。2021年12月发射升空的韦伯望远镜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它主要在红外波段观测，能够穿透尘埃云，看到更遥远、更古老的宇宙。韦伯望远镜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观测宇宙中最早形成的星系。大爆炸后约4亿年，第一批恒星开始发光，但理论预测，那时的恒星应该与今天的恒星有所不同，它们应该更热、更亮，寿命更短。韦伯望远镜正在检验这些预测。韦伯望远镜的观测已经带来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发现，它观测到的一些早期星系比理论预测的更大、更成熟。这意味着我们对早期宇宙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需要修正模型，或者发现新的机制来解释星系的快速形成。另一个令人激动的可能性是，韦伯望远镜也许能够探测到第一代恒星所谓的第三星族的痕迹。这些恒星完全由氢和氦组成，不包含任何更重的元素。如果能观测到它们，将是了解宇宙最早化学成分的关键。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到引力波，从粒子加速器到太空望远镜，科学家们正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追寻宇宙起源的线索。这条路还在继续。当我们回顾已知的一切，抬头展望未知的边界，两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宇宙学的天空：暗物质和暗能量。它们被称为暗，是因为它们不发出任何光，也不与光发生相互作用。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它们，只能通过它们对可见物质的引力效应来推断它们的存在。先说暗物质。1933年，天文学家弗里茨·兹威基在观测后发作星系团时，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星系团中星系的质量，从它们发出的光来看太小了，无法产生足够的引力来将星系团束缚在一起，除非存在大量看不见的物质。暗物质提供额外的引力。后来的观测不断证实了这个发现。在银河系旋转曲线的测量中，恒星围绕银河系中心的旋转速度并没有像预期那样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小。如果只有可见物质，边缘的恒星应该更快地飞离银河系。但观测表明，旋转速度几乎是恒定的，这意味着银河系被一个巨大的暗物质晕所包围。暗物质约占宇宙总物质能量的27%。如果将宇宙中所有可见物质收集起来，只占这个数字的1/5左右。我们每天接触的一切，桌子、椅子、空气、星星，只是宇宙的冰山一角。那么暗物质究竟是什么？科学家提出了多种候选者。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是一类流行的候选者，它们只通过弱合力和引力与其他物质相互作用，质量大约在质子的几十到几百倍之间。轴子是另一种候选者，它最初是为了解决强相互作用中一个对称性问题而提出的，质量极轻，可能大量存在。还有一些更激进的提议，比如原始黑洞，在宇宙极早期形成的微型黑洞，
它们的质量范围很广，从小行星质量到几十个太阳质量不等。目前，多个实验正在地下深处搜寻暗物质的信号。科学家祈祷着某个实验中能够出现意外的闪光，但至今还没有确切的发现。暗物质仍然是现代物理学最大的谜题之一，暗能量更加神秘。1998年，2个天文观测团队独立发现，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这个发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此之前，人们以为引力的吸引应该使宇宙膨胀减缓。让所有人惊讶的是，观测结果表明，宇宙膨胀不是在减缓，而是在加快。是什么推动了宇宙的加速膨胀？答案指向了暗能量。暗能量约占宇宙总能量密度的68%，是宇宙中最大的单一成分。我们不知道它的本质，但可以描述它的效应。它产生负压，推动时空结构本身加速膨胀。最简洁的解释是，暗能量是爱因斯坦场方程中的宇宙学常数，一种均匀分布在空间中的能量密度。这个解释在数学上简洁，在观测上与当前数据吻合，但它留下了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常数取它所取的值？为什么它恰好是一个非零但又极小的数值？如果宇宙学常数真的是零，宇宙的膨胀将会减缓，最终可能转为收缩。但如果它太大，物质就没有机会在暴胀前聚集，恒星和星系就无法形成。宇宙学常数的观测值恰好落在允许生命存在的范围内，这是另一个精细调节的谜题。暗能量的本质是当前宇宙学的最大挑战之一。未来10年，计划中的大型巡天望远镜，如薇拉鲁宾天文台和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将以极高的精度测量宇宙膨胀历史，缩小可能的暗能量模型范围。现在，让我们抬头眺望宇宙的终极命运。宇宙将如何结束？这个问题可能比宇宙如何开始更加不确定。如果暗能量真的是宇宙学常数，那么宇宙将永远加速膨胀下去，遥远的星系将加速远离我们，最终在各自的世界中消失。宇宙将变得越来越寒冷，越来越稀薄，越来越黑暗。恒星将燃尽燃料，矮星将慢慢暗淡，中子星将逐渐冷却。最终，即使是黑洞，也将通过霍金辐射蒸发殆尽。宇宙将达到热力学平衡状态，一种均匀的、永恒的、极低能量的状态。这被称为热寂，一种寂静而寒冷的永恒。但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如果暗能量的性质与宇宙学常数不同，宇宙可能会有不同的命运。如果暗能量足够强，可能会撕裂一切物质，包括原子和原子核本身，这就是大撕裂场景。如果暗能量最终转变为吸引而非排斥，那么膨胀将转为收缩，宇宙将重新坍缩，引发另一次大爆炸。在圈量子引力的循环宇宙图景中，宇宙在收缩后反弹，开始新一轮的膨胀。每次循环都使宇宙变大，循环的间隔也越来越长，但最终宇宙会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状态，一个永恒的震荡的宇宙。所有的可能性都笼罩着不确定性的迷雾，但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令人着迷。
我们的宇宙不是一个已经写好剧本的电影，而是一个我们正在参与创作的未知故事。最后，让我们谈论量子引力，也许是最根本的未解之谜。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量子力学描述了微观世界中粒子的行为，广义相对论描述了宏观世界中时空和引力的行为。这两个理论都在各自适用的范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当我们试图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时，问题就出现了。在极度致密的区域，比如黑洞的中心或者大爆炸的起点，量子效应和引力效应同样重要。时空可能不再是连续的，而是像物质一样具有粒子性。引力可能像其他基本力一样，通过交换粒子来传递。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弦论和圈量子引力是两种主要的候选理论。弦论将所有基本粒子统一为振动弦，包含了引力的量子化版本。圈量子引力直接量子化了时空本身，发现空间可能是由离散的圈编织而成。这两种理论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都还没有得到实验验证。它们都指向了某种深刻的美，一种超越我们日常经验的美，一种数学和物理交汇处的美。也许下一个爱因斯坦正在某个地方思考着这些问题，也许一个全新的数学工具将揭示时空真正的本质。也许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也许只是几年。这种不确定性不应该让我们沮丧，而应该让我们充满敬畏。在这个宇宙中，能够追问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想象此刻，在距离我们138亿光年的地方，光正在穿越空旷的宇宙空间，向着某个未知的方向飞去。那束光诞生于宇宙只有38万岁时的第一次透明，携带着宇宙婴儿时期的信息，已经在路上了138亿年。它见证了恒星的诞生和死亡，星系的碰撞与融合，行星的形成与演化。在它的旅途中，银河系诞生了，太阳系诞生了，地球诞生了，生命诞生了，意识诞生了，你正在听这个故事的你诞生了。138亿年，这是宇宙的年龄，也是从虚无到你的距离。我们问，宇宙之前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令人敬畏，因为它是人类意识觉醒的标志，是智慧生命追问自身存在的证明。也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跨越普朗克墙，看清那一边究竟是什么，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在追问，在追问中，我们建造了望远镜，看到宇宙深空的景象。在追问中，我们建造了粒子加速器，理解了物质的深层结构。在追问中，我们发展了数学工具，描述了时空的本质。在追问中，我们成为了能够思考宇宙的生物。这种追问本身就是意义。当你明天醒来，阳光照进窗户，请记住，你身体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138亿年前那场炽热的创造。你呼吸的氧气曾在古老恒星的中心锻造，你血液中的铁曾在超新星爆发的火焰中诞生。你与宇宙的联系不是隐喻，而是物理现实。你不是宇宙中的陌生人，
你是宇宙了解自身的方式。当你仰望夜空，你看到的星光，有些来自几十亿光年之外。那些光出发时，地球上还没有人类，但它们穿过了空旷的宇宙空间，抵达了你的眼睛。晚安。